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们分个手，连新来的护工都知道了，你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吗？新来的护工，就是平时老给你热饭的那个护工，素质太低了，在背后说患者的是非，被我撞见了，就嘲笑我说是你不要我，你到底跟别人说了什么？素质低的人，对，就是这个素质低的人，每周都给你打电话问你吃的好不好，穿的好不好，就是这个素质低的人，每天用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每个月往你家里寄土特产，就是这个素质低的人，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之后，自己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，后来跑出去拼命挣钱，又跑回来问我，说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穷才不跟我好的？杜迪，你还有心吗？就是你嘴里这个低素质的人。他给你打了几年电话，你也不是没有见过他的照片，而他现在在这儿工作了1个多月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听不出来，她是我姐姐吗？我已经跟我姐姐说了，她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。当然，分手嘛，很正常。我也不会去跟别人乱讲，倒不是因为我要脸，而是我觉得，我跟你谈过恋爱，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儿。怎么啦？哎，这垃圾桶不小心弄翻了。吴医生，你可不能做这个，一会儿你这衣服脏了还得消毒呢。你看。想不到你这么干干净净、漂漂亮的女医生，还帮我们干这种事儿。这有什么的？你也经常帮我呀。谢谢你哈，姐姐，这个桶还好，尤其那个，里面可都是医疗垃圾，千万注意，很危险，你可千万要小心点儿。我懂的。学得真快呀！那我走了啊。姐姐，对不起。你可别叫我姐姐，我受不起。我这种没文化、没见识的人，怎么配当你这种大医生的姐姐呢？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会来。那你知道我会来，又怎样？你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，总归就是瞧不起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你一直都那么照顾我，还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。谁稀罕你这一顿饭呀？真的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原谅？我做不到。我觉得我弟这辈子最倒霉的，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追了你，没追吴医生。发什么呆呢？没事。你今天不太对劲啊，怎么了？偷看什么呢？你看什么？我看。哎呀，师姐，你脾气硬也就算了，怎么头还这么硬？怪我呀？你躲什么？怪我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入院了。是吗？孩子发育情况怎么样？王主任说挺好的，院里给胎儿进行了大脑检查，结果显示胎儿的畸形被逆转了，大脑后部也恢复到正常的外观。看来冯远航的宫内手术还是很成功的。说
说了什么时候生吗？明天下午剖宫产。太好了，幸亏当时劝他保住了。生命指征正常，手术时间16点整。准备出孩子了。1分钟评分7分，很不错。老婆，你说咱是不是被医生给骗了呀？怎么说？这孩子身上疤这么大，那也不知道脑子有没有问题啊？哎，之前那个医生是说脊柱裂这个病根本没办法完全治愈，对吧？啊，咱现在孩子就是小，你看不出来，那谁知道长大了有什么毛病呢？我之前在那个网上论坛也查了查。很多查出来脊柱裂的孩子，那几乎都已经产了。那你说，怎么就这家医院想方设法的劝咱做手术？你说是想坑咱手术费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阿姨啊，你在这儿孩子见得多，你能不能看看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健康？哎，你帮我看看，看，来。这健不健康的，我哪敢说呀？没事，你看出什么你就说呗。这确实蜡黄的，不像有些别人家的孩子吧，白白胖胖的。老婆，你看着没？人家外人一眼就看出来咱孩子不对劲儿，咱肯定是被骗了。我一个朋友说，这宫内手术完全不用做，那大夫就是为了练手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先收拾去。你们陪家属出去吧。小弟，在家怎么跟你说的？李医生，我听武南他们说，可能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他们要干嘛？具体我也不清楚。那你操什么心？孩子都帮他们救下来了，还能怎么样？说的也是，他们总不能把自己孩子给扔了，对吧？哎，你吃饭没？这食堂都没饭了，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吧？不用，办公室有盒饭。哎呀，那盒饭早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吧。哪有护工给医生热饭的？这让人家看见了怎么办？你就别管这些了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别在医院干了。怎么了，李医生？没事，走，我们去吃口饭。好。你还不走？我走，我走。这个护工好奇怪啊，是不是不好用啊？不好用，和他们领导说赶紧换掉。没事儿，新来的有些问题不懂，就多问了几嘴。主任查房了。主任，你慢点。刘主任，哦，你们回去吧。身体没有不适吧？啊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恭喜刘主任康复啊，重回工作岗位。谢谢。
田主任特意到我办公室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来问候问候您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就是旧楼床位分配的事儿。医院不是定了给神外40%，给妇产科30%，还有底楼那30%给肝胆。这不听说刘主任一回来，要全部床位，绝不让步。这个我觉得有点儿。神外最近争取了一个国家级别的实验室里，我的床位确实是不够用。我知道，这困难呐，谁都有，啊，不都得克服吗？现在生2胎的高龄产妇越来越多，住院的时间也在延长，病例的复杂性也很高。我们妇产科的病房呢，使用周转率又低，又得担负起孕产妇的安全的重任。老实话啊，您把床位全都给我，我都不够用，30%已经很退让了。咱们都是同事，是不是各让一步？而且肝胆呢，刚救了您一命，您就把人家30%全收了，这于情于理不太合适。哎，一码归一码，啊，不错，是救了我一条命，但是我人前背后，我用各种表达方式已经表达了我的感激和感谢。那对于我们科室的利益，我该挣的还是要挣。得，就是不让呗。不让。那我只好跟院里努力争取了。科研也是咱们医院重要的竞争指标。我听说张主任走了以后，你们几个大的科研项目现在都处于停摆状态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们让一让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您说那些项目，马上就能重启。我现在正在跟约翰霍普纽斯大学实验室谈合作呢。对了，牵线的是贵公子，他现在在妇产科做规培生，工作非常的努力，非常刻苦。你说什么？哟，这事您不知道？嘿，这孩子也不跟您说一声。我这项目如果拿下来的话，这床位是谁的，还真就不一定了。但是我建议啊，刘主任，同事之间啊，别太毒，大家都是为了医院好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，互相礼让。您说是不是这道理？我先走了啊。去。你说吧，需要多少钱你才肯回去？你笑什么？这么多年，不管我闯什么样的祸，你都是给钱。你以为我在撒娇吗？你不要以为你在妇产科工作，就能够起到气我的作用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你的导师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基因科学家，他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是让你来接生的吗？我倒没觉得接生这个事情有多低下，难道你觉得？巧舌如簧。一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，他培养的每一个学生，都是为了医学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你不要辜负了他的心血。你倒挺为他着想。哎，我看你做个父亲不太行，做个老师可能还是合格的。哼，明天就走。我不走，我正式决定留在妇产科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最开始来这儿，的确是为了我妈妈的医务，顺便为了气你。但我现在在妇产科，每天迎接一个一个小的生命，
帮助一个一个母亲迎接他们的孩子，我体会到了作为临床的价值跟意义。还有就是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会懂。反正我决定留下来。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像个人样？像你吗？像你一样让老婆自杀，把儿子扔在国外？如果你觉得这是人干的事儿，我觉得我宁愿不像个人样。你刚刚不应该跟他说话那么狠。一向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的林医生，现在怎么这么啰嗦？你以为我愿意管你？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，有的东西你不珍惜，有一天失去了，你感到后悔莫及。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武南夫妇出院了？不是，有点白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没说什么呀，说恢复的挺好啊。武南夫妇丢下孩子走了，住院费都没交。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武南夫妇跑了，丢下孩子。好容易保下来的孩子，心太狠了。有的人想生孩子生不了，他们可倒好，生下来孩子自己不要。遗弃婴儿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报警了，警方那边希望我们先照顾好孩子，确保他的生命安全。院里的宣传科呢也联系了媒体，会先发一轮报道，给他们施加一点舆论压力。是这样的哈，院里的规定呢，如果患者跑了没有付医药费，那么负责医生要付一半，剩余的一半呢由科室里所有的人来公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月大家的奖金应该都会减少了。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病人跑了，倒霉的都是医生。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，其实这个婴儿是很健康的，他不需要治疗，那没理由让他在新生儿科那边一直占着床位的资源。但是科里呢又抽不出人手来喂养照顾他，新生儿科那边问我们该怎么办。问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？我还得给他找个临时妈妈，责任重大，我哪儿给他找去？找谁行啊？找我。找你？你一个医生，哪有时间带孩子？有啊，我有时间。我白天的时候上班，我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来，晚上回家我就把孩子带回去照顾，我保证把孩子照顾得健健康康的。我觉得可以啊。我觉得不可以。聪瑞是医生，让他照顾最合适了，还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。万一以后有人追究起这个孩子的健康问题，也没有什么漏洞。你觉得可以？嗯。大家觉得呢？我觉得行，很好，可行。好，那你来照顾这个孩子。那我要告诉你啊，你要严格的按照护士的工作流程来照顾这个孩子，尤其是饮食、消毒一定要科学，这个孩子不能出一点问题。田主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孩子。好。你看小葫芦多可爱呀！他不是小葫芦。我知道他不是啊，这不是现成的名字吗？懒得起了。这个时候的宝宝呀，应该给他起个名字，让他对自我身份认同。那你给他换个名字。明天我想想吧。他还要再喂一次奶。你先睡去吧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门铃铛。师姐，那这个孩子是不是快就可以出院了？嗯，在保温箱里养了1个月，正好产妇也恢复了，母子一起出院。杜弟，你要是不忙的话，有事想跟你聊一下。你先去给产妇办理出院手续吧。嗯，好。
来看哪个孩子？早产10周，产妇还切除了子宫那个。哦，那个孩子1个月之内体重增加了1000克，生命力很顽强。你找我，不会是想跟我聊病历吧？我是想跟你聊聪瑞和那个孩子的事儿。怎么了？聪瑞出什么问题了？是不是照顾孩子太辛苦了？我就说他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顾孩子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不是，他现在开心得很，把孩子照顾得很好，但就是因为太开心，照顾太好了，这不正常。自从他流产以来，我一直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。他先是把孩子的东西拿给猫用，抱着猫睡觉，然后把别人的孩子接回家，起个自己孩子的名字。我觉得这就是在移情，可是别人的孩子终究是别人的孩子，在法律意义上，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。迟早有一天，他要让出监护人的位置，我怕到时候，他会再经历一次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他会彻底崩溃的。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呢？毕竟他流产的事情跟我有关，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原谅我，我有什么资格去劝他，让他接受失去孩子的打击呢？反倒是你作为丈夫，跟他朝夕相处，你也知道他最想要个孩子，那是不是早一点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？你能从这个角度去劝他吗？好，那等他身体恢复了再说吧。王主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一会儿了，没忍心打扰你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之前约的媒体都到了，把孩子抱着去吧。要我说呀，还找他们夫妻干嘛呢？当初是他们狠心把孩子抛下来，即便我们曝光了，也不会回来的。孩子终究还是需要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不然以后怎么办呢？赶紧过去吧。现在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跟医院联系啊？还没有。作为妇产科的主任，我想跟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说一下，这个孩子呢，我们医院一直在照顾着。他的手术疤痕呢也已经恢复了，然后他的体重也一直在增加，能吃能喝。之前他的父母认为他的手术会影响到这个孩子，其实并不会的。我们医院呢也专门找了一名女医生去照顾这个孩子，为的就是确保这个孩子的绝对健康。看我们小葫芦多可爱呀！你给他起名叫小葫芦啊？对，我希望他像葫芦娃一样，又可爱又强壮，又聪明。小葫芦的爸爸妈妈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小葫芦现在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健康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见到他的亲生父母，希望你们能早日跟医院取得联系，一家人团聚。好可爱呀！哎，要是小葫芦的亲生父母一直不回来怎么办呀？你们帮着养几天还行，总不能一直养着吧？一直养着也行啊，实在不行就收养吧。你真的是太伟大了，但是还是希望孩子的亲生父母能早日觉悟，不然等孩子长大了，知道他爸爸妈妈是那个样子，他得有多难过呀。希望吧。魏伟哥，早上好。你跟你爸道歉了吗？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不尊重我的选择，也就得不到我的尊重。你就闹着吧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李医生，刘医生，你们还不知道呢。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，那怎么了？这么多人？那个逃跑的舞男回来要孩子了，正跟杜医生吵架呢。啊？我是孩子亲妈，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，你有什么资格当妈？谁说我扔下孩子不管了？我就是出去散了个心。我生个孩子做2次手术，还不许我休息一下了？欠了3万多块钱的医疗费，扔下孩子1个月。
你这心像都会潇洒。不就是3万块吗？我付。现在，请你们把孩子还给我。好，那就请你们现在就去把医疗费交清。父母要负责任的。不是你们找了媒体，天天喊我们过来吗？我们来了。我女儿呢？对，我女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呀！你们领导呢？把你们领导喊来。把你们领导叫来。来了，领导来了。你谁呀？你什么领导？先等等，先让我看看这不要孩子的人长什么样。哎，你欠揍是吧？哎呀，我也觉得我欠揍。你们也不想想，领导怎么会在住院部的医生办公室呢？去行政楼啊，在这瞎叫唤有什么用啊？行，你们等着，我女儿要但凡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让你们偿命。小伟，咱走。去吧，有什么事儿跟领导说啊，别来烦我们小医生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？当初是他们2个丢下孩子自己跑了，连块尿不湿都没给孩子留，现在呢又来演这一出，简直是模范夫妻，感天动地。这很正常，因为他们很难再有孩子了。为什么5男老公有弱精症，这个孩子是他们做了很多次试管才怀上的。这段时间，他们应该是去其他的医院重新做检查了，也发现了以后怀孕只会更难。再加上新闻报道都说这孩子挺健康的，所以他们才回来的。嗨，要是他们以后能对这孩子好，也挺好。不过有一个人，恐怕会更难熬。他不会把孩子交给这样的父母的。我是不会把小葫芦还给这种父母的。小吴，我这劝了你1个多小时了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你还是听不懂是吗？这孩子是人家的，不是你的，你只是代科室照顾这个孩子，现在也不过是让你把这孩子还给人家，这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，跟你没关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不还。哎呦，田主任，别急。聪瑞，我知道你心疼这个孩子，觉得他的父母不靠谱，但你别担心，这个孩子应该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，以后无论怎么样，他们都会对他好的。弱精症谁说得清楚？万一哪一年又产出一颗强壮的来呢？那小葫芦面临的就是再一次被抛弃。这种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的人，他们不配当小葫芦的父母。毕竟有血缘关系，血浓于水。这种话啊，都是骗善良的人的。黄主任，我看您也别说了，这孩子油盐不进，直接报警吧。自家人报什么警啊？哦，上个月还接受媒体采访，说什么优秀的爱心医生，这个月就报警把人抓了，想什么呢？那怎么办？怎么让他把孩子还给人家？别说了，我已经找律师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这个孩子保住，我要告他们。我们没有遗弃孩子，我们只是到处去找亲戚，去凑医药费了。你说这孩子不交医药费，他们会让我们把孩子带走吗？不会。可现在我们凑够医药费了，他们又说不能把孩子还给我们了，这是赤裸裸的绑架。生进医院，你们还我孩子，还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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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。卢医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冯律师。哦，你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孩子有点吵，最近有点不太舒服。你能听到我说话吧？没有关系，你能听清楚就行。那个，我们的官司能打赢吗？我只能说非常不乐观。孩子的父母现在已经付清了医药费，而且否认他们遗弃了孩子。无论是从民政部门的认定，还是从法律角度的认定，孩子都不能算是孤儿。更何况你和你丈夫也不符合领养的规定。即使孩子是孤儿，你们俩也得不到孩子的监护权。明明是他们遗弃孩子的，他们遗弃了1个月，这是事实。我们医院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连号码都换了，这不是遗弃是什么？
吴医生，是这样的，从情感和道德的角度，我是支持你的。但是这场官司很可能会耗资巨大，而且没有好的结果。现在社会舆论也不是完全倒向医院这一边的。五男夫妻现在声称医院是过度医疗，说他们的孩子啊本来可以不做宫内手术的，是医生为了增加自己的名气才规劝他们做的这个手术。他们放屁！当时不救孩子，孩子就死了。我们跟他们讲得很清楚。医疗纠纷更麻烦，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。我还是建议你啊，跟他们和解。我不可能和解，这场官司我肯定要打赢的。你要是打不赢，我就换律师。你冷静一点，我很理解你的心情。你怎么可能理解我？或许你正在被某人想起。爸爸，不哭了。或许他从不会提起。妈妈给你人群以为你不显得独一，却深妈妈说什么也要把你留在身边，谁也拿不走你。幸福啊，有时候很小很小，要仔细找才找得到。你不知道，在一座远方的孤岛，你正在温暖他心跳。或许是细雨温柔的落下，或许是星空目送你回家。你的喜悲总会有天使在跟随，做成一个梦，或是吹一阵微风。当昨天的痛又一次怂恿。你们是来劝我把孩子还回去的吗？冯远航被院里批评了，听主任告诉我，如果你不把孩子还回去，你们夫妻2个人都要被开除，还要负刑事责任。他也是没办法，院长逼着他回家去抱孩子，结果大队人马一到你们家，发现你不在，他们当时就要报警，冯远航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我跟他说，我跟你在外面散心，很快就回去，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来找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你有心事就一定会躲到奶奶留下的祖宅这边，这些年你把这里打理得很干净，前一阵子你不还问我，是不是要把这里租出去，不然放着怪浪费的。放火放头放闺蜜，我不是来劝你的，我也觉得孩子不能还给他们。这么多天了，只有你是站到我的角度上为我着想，谢谢你。其实我很内疚，我觉得你这么执着把孩子留下，是因为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聪蕊，小葫芦虽然可怜，但他毕竟不是你亲生的。你真的觉得他可以填补你内心的缺口吗？没有什么缺口不缺口的，我就是不想孩子被不负责任的人带走。你等我一下。搞定了。你到底要让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我能怎么办？你怎么就不能明确的告诉他，你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孩子？你明知道他状态不对，找这个人找那个人，结果自己一点努力都不做。我们不一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是你严谨，但现在不是搞科研，讲人情人性，你就不能稍微不那么严谨吗？你希望看着他被开除，然后被网友口诛笔伐，最后失去这个孩子，你就不能稍微含糊一点吗？这不是含糊不含糊的事儿。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他最终都会失去这个孩子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严谨吗？
这个逻辑很严谨。轮番来劝呀，车轮战吗？聪蕊，那什么，你怕被开除？我不想养别人的孩子，我们尽快有自己的孩子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是不要抢别人孩子，是我看到他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，我很想做妈妈。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可怜，这个孩子也很可怜，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想要孩子的人要不了，而生了孩子的人不珍惜。你替这个孩子的父母说声对不起，要不你当他干妈吧，你可以监督孩子的爸妈，做个好父母，怎么样？你一定要记住，长大以后做一个幸福的人，一个不依靠男人的人。吴医生，吴医生，把孩子给他们吧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有几件事要嘱咐你们一下。孩子的嗓子眼儿比较小，喝奶的时候比较慢，喂奶的时候要特别有耐心，喂完之后也要拍很久的嗝。他最近的食量会比较大，喝的又慢，所以喂他奶的时候要特别有耐心，中间的间隔的时间要比平时短。知道了。他最近有点着凉了，虽没说发烧吧，但是他睡觉总是睡不安稳。房间里面室内一定要注意温度，不能太热了，要不然他头上会起疹子，但也不能太冷，他睡觉的时候会闹腾。还有，他对一些牌子的润肤乳是过敏的，所以有的牌子是不能用。我都给他写在一个本本上了。他喜欢洗澡，喜欢抹香香，喜欢睡觉的时候抓着妈妈的头发。妈妈？啊，不是。他喜欢洗澡，喜欢抹香香，喜欢睡觉的时候抓着妈妈的头发。
妈妈？哦，不是，是类似妈妈的头发。反正她的生活习性我都写在她的本子上，在她的行李包里面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。你快把孩子给我吧，我是孩子妈妈，这些我带几天就都知道了啊！来，哎呀，轻点儿。胡医生，你违反了院里的规定，科里给你记了一过，以后可不能这样。丛瑞，你这又生什么气啊？哎，你这个孕妇能不能不这么大脾气啊？王主任，还有事儿呢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吃瓜结束了，回病房吧。别装了，吃什么瓜呀？明明担心的要死。你说那人是我吗？真逗。这件睡衣啊，是我们这店卖的最好的。多少钱啊？2600，真丝的。这么贵啊？真不贵。女人啊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对自己的男人嘛更要好一点。这件睡衣啊，可受欢迎了，买的人都说它好，还有人回来把所有颜色都买齐的呢。万事俱备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定要成功。靠你了。快点睡，明天早上还有手术。你看我一眼。这衣服不保暖吧？你傻呀？谁穿这种衣服是为了保暖的？你晚上喜欢掀被子还是换一下？今天是排卵期。排卵期。哦。哦什么哦？行动呀！有点累。累也忍着点儿，1个月就一次黄金期，要把握好时机。丛瑞，我觉得这种事儿还是不要那么着急。什么叫不用着急啊？我都准备好了。怀孕，它是个顺其自然的事儿。每个月顺其自然，才能自然而然的怀上呀。不是。找手机呢？看看科室有没有人找你是吧？我今天跟你们科室所有人都打电话了，就是今天晚上有天大的事儿要找你们老大，别找你。手机我也藏起来了。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的吗？你不会又反悔了吧？不是。冯远航，我今天把你所有的借口都给你堵上了，我去看看你还能找到什么理由。
俩之前不是商量的好好的吗？我们要再怀一个孩子呀。从瑞，你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啊？我结扎了。你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说我结扎了，上次从乡下回来就做了。从瑞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。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？你心里肯定很难受，情绪一时半会调整不过来，都怪我，对不起。杜婷，之前因为流产的事情，我怪了你很久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事翻篇了，我原谅你了，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跟你闹别扭了。谢谢你，从瑞。你知道，我的人生一直喜欢按计划来吧？当然知道了，你可是我们学校有名的计划小公主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你计划之外的。嗨，你好，我叫吴从瑞。我叫杜弟。杜弟，这个名字很特别嘛。那些是什么？这是我大学8年本硕博连读的超级计划表。这个表呢，是我每个月都要完成的事儿。8年每个月，现在就计划好了。对呀。我记得上大学第一天，你就像看小怪物一样看着我。因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讲过，人生一定要制定好一份计划表，然后去努力实现它。比如说我计划长高，我每天都要摸高喝牛奶。比如说我计划24岁要结婚，我就要在大学的时候找好男朋友。我计划要去省级医院，我就要每年拿到全班第一。我计划要去妇产科，我就要找到省级医院当时最有名的临床医生黄玉玲，并且让他做我的导师。可是这些你都做到了。我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让黄主任当你导师的呢？每个季度你都把自己的竞赛成绩和学习成绩总结一下，做个表格，然后拿到黄主任面前问他，我现在有资格做你的学生了吗？你的黄主任最后一看到你就笑。做好计划，实现它，人生才不会走弯。这是我们家的人生格言。可是，不是每一个计划，它都可以完美的实现的。是的。为什么子贡不听我的话？为什么我想生孩子，我还要考虑男人的想法？再这么努力也没有用。你是不是跟冯远航出什么事了？冯远航结扎了。嗯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可笑吧？我那么想要孩子，他不声不响的去结扎了，他这是要断了我要孩子的梦啊！那你没问问他，他是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打电话问他。不用了。
我的人生已经失控了，我的计划有我，我得重新制定一份计划。关机，重启。聪瑞，这么早？黄主任，我要辞职。又怎么了？不就是孩子被抱走了，至于你辞职吗？老师，您一直是我的偶像，这么多年你培养我也操了不少心，是我没有出息，也没有为您争过什么光。我不想做医生。那我先问问你，当初为什么要做医生啊？我喜欢小孩，我迎接了那么多新的生命，拯救了那么多的妈妈，我特别有自豪感和成就感。那现在就不喜欢孩子了？现在就没有成就感了？是我的人生计划出错了，我没有信心再做医生了。我最担心的，就是你所谓的完美主义计划人生。如果人生都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那这世界上还有后悔，还有失望，还有起起落落吗？不，自己的人生是完全可以掌控在自己手里的，只要你足够的自律，足够的努力。但是你掌控不了别人的人生，尤其是家庭和婚姻。你会忽然发现，和你睡在一起5年的人，你根本不了解他。我就是来跟你说一下，辞职信，我回头会给你送过来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谈谈。我们离婚吧。我过2天要搬回家住了。你决定了，跟他离婚？决定了，离婚协议都签了。我搬回去跟我爸妈住。冯远航，他怎么会同意离婚呢？他不同意啊，可他没办法，是我执意要离的，他不得不签字。那你爸妈呢？也没劝你？没有。我爸妈以前对冯远航印象特别好，觉得他人可靠又有上进心，但没想到做出那么让人失望的事情来。我爸还说要去揍他呢，被我拦下了。你说这一个人要是心里头没有你，揍他有什么用呢？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决定辞职了。辞职？你之前说要重新制定计划，就是计划着离婚、辞职。吴聪瑞，你不是这么冲动的人啊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没告诉我？冯远航对不起你，跟他离婚就行了，不至于辞职啊。从考入圣济医学院那天起，你就计划着要当圣济妇产科的医生，咱们在学校里面争第一。斗了多少年，你最大的梦想，不就是为了帮助孕产妇平安地生下孩子，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吗？现在家庭出了问题，连你的梦想都不要了。梦想？家庭、老公、孩子、事业全部都一塌糊涂，全部不按照我的计划来。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做以后的计划了。如果人生再失控下去，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该往哪儿走。你的人生已经按照你的计划走了很久了，非常幸运了。
有些人甚至连1天的计划都完成不了。人生很长，你还没有失控，你要振作起来。我需要时间去整理我自己的人生，所以我想远离医院，好好的想一想。你不用劝我啦，辞职信我已经给黄主任了。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辞职，辞职信我帮你拿回来。你要是不留下来跟我继续竞争，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你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不在乎了。吴聪瑞，哎，杜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叫你别来吗？没时间招待你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？我们是你爸妈。你是来找我吵架的吗？杜弟，妈妈怀孕4个多月了。妈，你已经不年轻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刚接了一个48岁的，身体那么健康，都在产床上衰竭了，你是开玩笑吗？在这儿？这又没违反国家政策。这不是违不违反政策的问题，是你想过我妈的身体吗？你妈的身体挺好的。是你吧？是你想出来的，是你强迫我妈怀的。你到现在都还在想要儿子。那我想要个孩子也没什么错啊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别大喊大叫的，有这样跟爸妈说话的？你还是博士呢，书都白读了。你们回去，先做个检查。这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。明天你就在盛记给你妈见个当。为什么要在盛记见当？老家那么多医院，你们非得跑这儿来？老家的人都知道你在盛记当妇产科医生，我为什么要跑到别的地方见当啊？我不管，你自己干的好事自己负责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？你读了8年的医学院，连食宿带学费，你花了我多少钱？现在正是你出力的时候，你都嫌烦，我真是白养你了。是谁因为觉得负担太重，让我博士别读了，就读个本科，然后出来赚钱？你本来就没打算认真养我，学费是我妈问我外婆借的，你给我花过多少钱？你花了多少钱？你算一算，我现在还给你。别吵了，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老杜，你先上一边去，我跟女儿好好聊聊。哼。杜弟，你爸他没那么坏。啊！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奶奶每次抱怨，你都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只要有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只要我努力，奶奶以后就不会再怪我了。我努力了，我是全家族唯一的博士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们就天天想着我为什么不是儿子。那我从小到大受到的委屈，付出的努力，算什么？是拿来让你们这么羞辱的，是吗？不，妈不是故意的，爸跟妈真的很爱您。别跟我说爱，女儿在这个家不配爱。杜弟，他答应给建当了吗？啊？还没。我就说他很犟，你非要求他。这倒好，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，连口饭都不给我们吃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呢？先找个旅馆住下吧。我天天去找他，我就不相信他不给建当。果子，我今天是第一个来做的，这么自觉，这么刻苦，师姐是不是应该很感动？早。
师姐，你这么早来教学室干什么？跟梅军培养感情。梅军，长得很丑那个。比你帅一点。你真的是我见过最 tough 的女人。小心说话，我刚刚救了你。哎，我没有呛进气管，用不着海姆里克急救法，我自己判断下就行了。都怪你，害得我一大早就要当回清洁工了。谢谢师姐，谢谢师姐救命之恩。长宽换衣服，早上有2台接生呢。是。我的果果。哎，您2位找谁？哦，有个叫杜地的医生是在这儿上班吗？啊，对，他现在应该在产房忙着，找他有事儿。啊，要不咱先走，下午再来。走什么走？就在这儿等他，等不到他给你见到，我就不走。这样，您2位是我们医生的家属，咱们去办公室等。好，好好，谢谢。我帮您。哎，不用，没事。谢谢谢谢。您让老这边请。哎，来，这个就是杜地的工位，您坐这儿先休息休息。行，把包给我吧。来来，我给你们倒杯水。好好，谢谢。请坐，请坐。做医生的就是这样，一忙起来啊，都照顾不了家人。啊。来，你们先喝口水，行，解解渴。我去看看杜医生在产房忙完没有，一会儿我叫他过来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客气啊。4床这个情况特殊，尿蛋白数据出来以后，你得跟我说一声。哎，找什么呢，李医生？你看见聪瑞了吗？教学室呢？我刚跟他练完产妇接生体位，马上就出来了。聪瑞，来，我跟你说个事。怎么啦？办公室里的2个老人是杜迪的爸爸和妈妈。他爸妈来了，那他怎么不说一声呢？好像说是找杜迪有事儿，但是杜迪现在在产房，一时也出不来。我现在的身份呢，也不好去接待他们，要不你去看看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吴聪瑞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是杜弟的好朋友。你就是聪瑞啊？啊，我听杜弟提起过。我们俩大学的时候就最好的朋友，一直到现在了。你们找他什么事儿啊？杜弟有2台手术要去接生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。那我们就慢慢等。有什么事跟我说呀？我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他知道我都知道。哦，这样啊。啊。哎，吴医生，你能不能帮阿姨建个档啊？恭喜阿姨，你建档啊？您多大了？50。50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今年接生最大的才48岁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外地来建档的肯定是有高危因素的。我说你这个岁数肯定有高危因素。不是，这个高危因素呢是医学鉴定上的啊。哎，我都乱了。这样吧，我带你们去找田主任吧。哎，那太好了，走啊，走了，阿姨啊，您慢点啊。没事没事。慢点啊，您坐。
手续呢已经全部都办好了，以后您就是田主任的病人了。给您。哎，好。谢谢你啊，吴大夫。这一上午看您跑前跑后的，要不中午我们请您吃个饭？不用，杜迪平时也经常帮我的，我俩大学这么好的朋友，互相帮助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们走吧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不用你了，我们已经见到了。我帮叔叔阿姨全都搞定了，田主任亲自收的。你能不能别多管闲事？这怎么能是多管闲事呢？你不是在忙顾不上吗？这根本就不是顾不顾得上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吗？阿姨没事儿，你们先坐会儿啊。叔叔阿姨好。啊，好。为什么不先问我？哎呀，不是想的是你妈妈吗？那你说要是我妈妈来了，你是不是也会帮忙呀？你不明白，他们明明可以在当地医院建档的，非得跑这儿来，而且我妈都50岁了。不管，反正我不会占用盛记的医疗资源来满足我爸的虚荣心，让他们回当地去看。虽然平时你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但是这一次田主任真的不是因为那是你妈妈才收他的，我没有告诉他那是你妈妈，我就是说那是我的亲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检查做完了，你妈妈真的是高危哎，又高血压又糖尿病。田主任已经说了，如果在当地医院的话，肯定是劝他终止妊娠的，但是在盛记是可以试着保一保的。那就终止，为什么要保呢？那是一个小生命哎，又跟你有关系的。那你想一想，如果这个不是你爸妈的孩子，你会劝他流掉还是保啊？好啦，你别生气啦。于情呢，我真的应该去帮忙的。于理呢，我是一个医生，我肯定是要劝他保胎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无情无理了？哦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张嘴。你接的病人自己负责，我不管。好，我自己负责，好吧？你什么都不用管。但是呢，咱们今天是不是要把饭给吃了呀？你下午还要上台呢，那不吃饭做手术，身体可受不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可是斥巨资，为了哄你高兴，买了最贵的大鸡腿，好几块钱呢。吃点吧。那我下午带你妈妈去做超声了。去，收到。叔叔喝点汤。阿姨您多吃点。哎，你刚刚说你和杜弟是同事？准确的说，她是带我的师姐。哦，她都能带学生了？我师姐可厉害了，啊，虽然才是住院医师轮转的第3年，但是在大主任的带领下，她已经做了很多初级手术了。而且她刻苦练基本功，手术技术非常高超。因为我临床经验不足，所以主任特意点名让她带我。嗨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女孩子家这么大了不嫁人，你见过她男朋友吗？这个她的私事我就不太了解了。这大学里都好上了，怎么到现在还不结婚呢？这老家的亲戚朋友都说，你女儿都29岁了还不结婚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你别这样说女儿。家里说29岁不结婚有什么毛病呢？那只要她愿意，别说29、39、49、59、69、99，她不结婚也没毛病。那不得被人笑话死啊！叔叔阿姨，我们饭堂的菜怎么样啊？不错不错，挺好挺好。你们几个都挺好的，又帮我们忙，又请我们吃饭，比我们家亲生的还靠谱。我们吃好了，想回旅馆休息休息。
你们忙吧。阿姨呀，下午2点做产检，我带您去。